大家好，我现在到了四川都江堰啦。今天要去这个著名的水利工程转一下，门票80块钱，已经买好了，进去看一看。进来了，都江堰呢，它是世界遗产啊，而且它是5A 级景区。这个景区修得好漂亮啊，最中间是一条通道，两边绿树成荫，环境非常好。这里有2个著名景区啊，一个是都江堰，另一个就是青城山。青城山改天去啊。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，是这个城市的名片。而且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卧龙、大熊猫自然保护区。哇，小小的一个地方啊，有这么多著名的景点。这里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示意图，我先对着这个地图啊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水利工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我们看这边呢是岷江，这边呢是成都平原。在2000多年前呀，成都平原是非常干旱缺水的，但是这个岷江水呢又白白的流走了。当时的人们呢就在想，可不可以从这里引一条河过来灌溉成都平原，这样又能解决我这边干旱问题，还能解决岷江水患的问题，一举两得。所以他们就修了这个水利工程。想看懂这个水利工程，我们需要看这3个点，一个是宝瓶口，一个飞沙堰和一个鱼嘴。宝瓶口呢是这个水利工程的第一步。宝瓶口的位置以前是一座山，挡住这个水了啊，流不过去，所以他们在山这里开了一个口子，就可以把水引到成都平原去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又在岷江的江中心修建了鱼嘴。鱼嘴的作用主要就是把岷江一分为2，分为外江和内江。外江呢就自然河道流的下游了，内江的水呢被引到宝瓶口这里。但是呢，有时候这个水还是多，它就通过飞沙堰把多余的水又排走了，也可以把泥沙从这里都排走。最后剩余的水呢，通过宝瓶口被引到成都平原。这就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简单的这个原理啊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挺复杂的。现在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水利工程呢是2300年前修建的，比秦始皇的历史还要早呢。现在到了第一个景点了，叫宝瓶口。岷江的水呀，通过宝瓶口就流到成都平原去了。下面就是岷江水，哇，可以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啊，水流也很大。这个口子呀，完全是人工凿出来的，在2000多年前啊，靠原始的力量把它凿出来，凿了8年时间呢。对面这个叫玉垒山，以前这个山就是挡在这里的，导致岷江水流不过来，所以他们就人工开凿了这个口子，把岷江的水通过这里引到成都平原去了。这个水一直流往下，又分出4个分支来，灌溉了成都平原这些良田啊。从这里看得清楚了，这边是飞沙堰，这个是内江，水流从这里过来呀，经过这个宝瓶口流到下面去了。对面的玉垒山上还有一个塔呢，一会儿到那个塔上玩一下。现在通过这个桥去飞沙堰，看这个下面呢，河道都是干的，因为现在是枯水期。现在我到了飞沙堰这边了，从这里回看一下宝瓶口，从这里看得清楚，宝瓶口就处于玉垒山的这个山脚下。然后这边呢叫做离堆，这个小山头呢全都是开凿玉垒山掉下来的石块在这儿堆成的，这也是一个人工的小山啊。宝瓶口就处于它俩之间。宝瓶口这个开口的大小啊，决定了每年流入成都平原的这个水量大小，它相当于是一个水龙头的那个口。然后这个离堆这里呢，大家看也有很多水流过来，它起到一个减缓水流速度的这么个作用啊。然后离堆这里就是我刚才通过的那个河道，现在干涸了。这边的地势呢稍微高一点，它是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丰水期的时候，就不需要流太多的水去成都平原，就需要从这里排掉那些多余的水，水就会漫过这边的大堤流到外面去啊。但是枯水期的时候，就需要这些水都流到成都平原去，所以他们这个水就漫不过这个大堤。哇，设计的非常巧妙啊！这相当于是一个自动控制水量的这么一个装置啊。
但这里呢，其实它是一个2次泄洪的这么个水道。它第1次泄洪呢在前面呢，前面这里才是飞沙堰啊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花钱拍照啊，10块钱一个人。这个位置比较好，可以拍到那个宝瓶口啊这个位置。然后这里就是飞沙堰的这个肩部了，从这里看到，这边才是飞沙堰啊。大部分的水从那里的内江流过来，就从这里流走了。这里是第1个排洪的通道，刚才那里是2次排洪的通道啊。看，从这里看宝瓶口，非常的直观明显。我现在就走到飞沙堰那里去看啊，这里是一座桥，后头这个才是飞沙堰呢。它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拦水的大坝，到跟前看一看啊。这个坝呢不能修得太高，不然的话这个丰水期这些水就排不掉了。你看这个坝的高度，它也不能修得太低，不然的话枯水期这个水就全流走了，那个成都平原的灌溉的水就少了。所以这个坝又不能高又不能低。现在可能是修了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拦水大坝了。现在这个坝上面是有一个闸门的，用机械控制的。现在是打开闸门让水排走了，只开了这一个闸门。你看这些闸门都没有开。如果是丰水期的话，就要把闸门都打开，让这些水都流走。从飞沙堰到鱼嘴的路上可以坐这个电瓶车，但是我不建议坐，只有1公里的距离。这么好的环境，走过去也可以啊，顺便可以看看景，看远处那个大山。哇，这里真是非常的清脆啊，环境很好。现在我到了鱼嘴了，到跟前看一下，往前2公里的地方就是岷江冲出大山的那个出山口啊。鱼嘴就位于这个岷江的江中央的位置，这里是扁平的这个缓坡。它这个作用啊，主要就是要把岷江水一分为2，这边呢是外江，自然河道就流到下游去了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内江，流到宝瓶口，然后流到成都平原去灌溉去了，就是把水一分为2这个作用。但是这个鱼嘴呢，它的作用又显然不是那么简单，它还有2个功能，一个叫46分水，一个叫28排沙。这是啥意思啊？46分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水量啊，就是内江的水量要多少，外江的水量要多少，要精确的控制。那么它是怎么样精确的控制这2个河道的水量的呢？这个非常的神奇啊。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计算机控制呀，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啊，也没有什么放水大坝之类的，就靠这个鱼嘴和2边的河道。简单的解释一下吧，就是外侧的河道呢它更宽，但是它这个深度不深，里面的河道呢它很窄，但是深度非常深。雨季丰水期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水面涨高了，所以这个河道的宽度决定了哪边的水流得多，所以60%的水就从外道流走了。那么旱季的时候呢，就主要是看哪边的河道深，这边的河道更深，所以它自然的就能分走60%的水啊，这就是神奇的46分水。再说一下什么是28排沙，就是这个岷江里面它有非常多的泥沙，我们希望这个泥沙大部分呢通过外江排走，不要通过内江流到成都平原去啊。怎么实现呢？它利用了这个河流弯道的一个物理效应。就是这个河流在拐弯的时候啊，这个表层水呢是走这个外面，深层水呢含泥沙的这一部分是走这个河道的里面，深层水呢就带走80%的泥沙了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弯道，所以流到内江的这个泥沙只有20%，这就是神奇的28排沙，全部通过这个鱼嘴啊，还有这个天然的地理形势，还有2边的河道来实现的，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这些装备呀、设备呀，全是自然实现的啊。古人的智慧不得不佩服呢。这个就是外江的河道，现在也在这河道上修了一个拦水坝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可以通过那边有一个桥，走到对面的山上。那山上还有好几个庙呢，去看一下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大家看，我们现在在江中间的这个鱼嘴，这个可是人工填出来的啊。它就在岷江的正中央，用人工把这个填起来的这个地方。具体200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填的呢？就用的是这个东西。看，他们用竹子包上石头，然后再用这个木头啊捆起来，把石头塞进去，然后这样一起扔到江中央去，然后填土，形成了这个鱼嘴，完全是人工打造的啊，真是太厉害了，人定胜天呐！好，现在我通过这里有个桥，走到对面的山上看一看啊，那里还有好几个景点呢。这个吊桥布置的不错呢，挺喜庆。哇，现在走到岷江的这个上面来了。虽然说在鱼嘴那里啊做到28分沙了，但是这里面的这个泥沙呢，积累的时间长了，还是挺多的。所以在每年的枯水期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啊，会组织人来挖这个泥沙。具体要挖多深呢？然后在那个2000多年前李冰开凿的时候就立下标准了，他在这个河里面啊埋了一只石马，就是镇水神兽，就是每年要挖到那个神兽的时候，说明就挖到位置了。哎呀，真是太聪明了。现在这里面已经没有石兽了，没有那些石马了，现在换成了铁棍了。每年的挖到铁棍的时候，就说明挖到位了。现在去这个山上的二王庙看一下。二王指的是那个二郎神，他辅佐李冰，修建了这个都江堰啊，所以在这里给他建了个庙。这里面也供奉的李冰父子呢。里面供奉的就是二郎神啊，门口还有他的哮天犬。在二郎神殿的后面，这里是个副殿，这里面是供奉的李冰夫妇啊，李冰父子修建的这个都江堰嘛。这个墙上写着生桃滩第一座堰，这是治水的6字真言啊。生桃滩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每年要挖那个泥沙。第一座堰就是说的那个飞沙堰啊，就是泄洪和排沙的作用。然后这边呢还有2个汾镇抽心，还有玉湾截角。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河流拐弯的时候，要把里面这个角给它截掉，不然那个泥沙会沉积在那个弯道拐弯处啊。汾镇抽心就是这个河流流得很直的时候，要把河流最中间那个给它疏通了，不然它也会堵。继续往上走。玉垒关啊，这个山虽然不高，爬的还挺累的。登到这山顶啊，可以从高处俯瞰都江堰这水利工程。哇，这个视野真好呢，一览无余啊。那个地方就是鱼嘴，这是内江，那个是外江，46分水啊，28分沙。远处就是大山，这个岷江就从这大山里冲出来。哇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里面好像是阴天呐。然后大家往那边看，那个山尖尖上有一个塔，那里就是青城山了。明天我去那个青城山啊。现在继续往山顶爬，这还不是山顶呢。好的，就拍到这里吧。都江堰是怎么回事？大家看懂了吗？